表妹，表妹，快过来，我保护你。表妹，我13岁那年去乔家避难，18岁回梁牙国，在乔家生活那5年，是我此生最快乐的时光。我对你的心，日月可见，3生不移。我知道，如今你顾虑重重，别怕，我都已经想好了，只要你跟我走，我可以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。主公，你不说点啥吗？过来，还不如不说呢。满满，我视你如珍宝。你视我为珍宝，但你却视众生为蝼蚁。说。过期之恨，日后再报。走啊，走！顾师傅。 刘贼休走！小，我们撞。杀！哦，是啊！这样疼吗？这儿呢？娇气。像我们在战场上，有的人腿断了，白骨都露出来，拿布包着包着就继续战斗了。你这点伤，你哭什么？是，都怪我，怪我一个闺阁女子，不如像背后军营里的将士一样那么厉害，一身骨头打碎了，重新捏造，练就金刚铁骨，所以我才不配跟你一起。你也不用这样阴阳怪气的。又不是因为这些伤才哭，我这点伤跟百姓的命比起来根本都不算什么。那因为什么？
我就是没想到新都一别之后，我们还能见面。要是我刚才被韦小一箭射死的话，我就听不到你现在这些好言好语。我不是都拦住他了吗？那杀小女还有那些祭旗呢？可真是宁可错杀也不错放。你连证据都没有，你就认定我跟刘岩私奔，亏我还帮你烧了那些硫磺，我还助你攻城呢。还不是你多管闲事儿。拼家之事，哪里轮得到你一个女子来查？差点死在这儿。那我的性命也不敌百姓们的性命啊！我乔家本来就是爱护百姓、爱护将士，绝不让一人枉死。现在是这样，14年前也是这样。哟，算我多管闲事行了吧？都怪我一个女子不能以义当师，所以才在新都城门口被人掳走，都怪我腿脚慢了些，耽误你接管盘邑。现在还得让你照顾我。行了，别在这装可怜了。上来，跟你回去。我怎么敢？别废话，上来。别乱动。现在的魏侯和助我出新都时的魏侯完全是判若两人。那我也跟你说句心里话，如今的魏侯我不想嫁了。当初刘演因为我嫁妆少而轻看我，后来又知道我有盘邑做陪嫁，想要强娶我，倒好，拿了我的盘邑印信之后就把我逐出新都。你和他有什么区别？于天下女子来说，婚嫁是何等大事，怎么就我一路坎坷？是我不配吗？我跟你说，我不嫁了。女郎，你真的不想嫁魏少了？当然要嫁了，只是需要他主动。现如今咱们盘邑城已被他占了，还有筹码吗？用兵之道，攻心为上。我要他心甘情愿地娶我。主公，主公，女郎，走，我们从后门出去。真的是装病了啊！这鬼鬼祟祟的，这是干啥了？妈妈，长姐，我万万没想到，逃婚的后果，竟是你替我去结亲。你就是不想让我受苦，不想让我嫁到魏国。你既然已经知道了我的心思，为什么还要执意来此地？你这不是辜负我一片苦心吗？既然魏家是虎穴狼窝，我不能让你只身涉险，这便让比之带我来接上你，咱们一起逃吧。长姐，若是我执意要嫁给魏侯，你能成全我吗？那魏少阴狠毒辣，他能对李肃处以重刑，那他待你又能好到哪里去？你都憔悴了。我憔悴是因为刘演挟持我，跟魏少没有关系。
他比刘烨好许多。他与咱家是仇敌，怎就引得你倾心？长姐只知道他杀了李素一人，却不知道他救了数十万百姓，而且他英姿勃发。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就一往情深了。原来女郎是梯姐出嫁，这乔家多是薄情寡义之人，难得出了她这么一位啊！前几日，我将你赶出新都，是我的错。我不应该把乔家的仇恨加诸到你身上。但你如今为了为国百姓对抗刘晏，又让自己受伤，我理应代百姓跟你道声谢的。魏侯不必委屈自己，何故跟我又谦又谢的？我对乔家有诸多偏见，但今日我觉得你跟其他乔家人不同。你愿嫁我，并非为了你自己，而是为了百姓，还有你长姐。既然身体不好，像后山那种地方就尽量少去。风大，容易加重病情。就算是至亲之人不得不见，但也应当心些。你知道我见长姐了。你待如何？我自然不会与女子计较。谢魏侯。记得吃药。女郎，请。诸位，大家都知道，14年前，我祖父誓约于老魏侯，致使魏家祖孙3代命丧战场，新都也被李肃屠戮，百姓们用亲人的遗物砌了这百姓墙，铭记仇恨。可14年后，魏侯重新夺回新都，却命人推了这百姓墙，是为何？是因为宽厚大度，心系苍生。魏侯重新夺回新都，并非只是为了复仇，而是有其更深的用意。昔日我祖父与老魏侯相交好，两家共同修建永宁渠，那时农事兴旺。可后来新都被李肃夺走，永宁渠日渐淤堵，最后荒废，收成减半，百姓苦不堪言。此次魏侯攻城，就是为了重新修渠。如今燕州与魏国联姻，有化干戈为玉帛之意。从此，盘邑就是魏国的属地，我们所有子民都是魏侯的子民。修渠乃是利民之举，还望各位盘邑的百姓能鼎力相助。可是先生跟他说我要修渠一事，属下可不敢擅作主张，坏了主公的大事。他是怎么知道的？魏侯此举，乃是视民怨为己任，得此主公是盘邑之幸。愿我等与魏侯同心协力，共达心愿。同心协力，共达心愿。同心协力，共达。
上，他竟不谈条件将盘玉双手奉上了。盘玉，你觉得我是一个怎样的人？世人都说威侯忙于攻城，但是我在新都的时候仔细看了威侯送给我的盘翼山川志，发现在永宁渠3个字上都有几次描摹。后来我又翻阅了魏国的舆图，发现这些年威侯做的最多的事竟然是通衢，着实令我钦佩。我愿意去劝说伯父，倾尽燕州之力相助主公。你是想用通衢一事跟我谈条件？我怎么敢？这婚约不是魏国对燕州的承诺，是威侯对魏国还有燕州百姓的承诺。威侯可知道14年前边州为什么要攻打新都啊？就是因为我祖父帮着魏国修了永宁渠。这个舆图是机密要件，我制了个副本给你，别让旁人瞧见。这永宁渠一通，燕州与魏国就像签订了一份生死盟约，边州肯定坐不住啊。他只能将这条血脉拦腰斩断，而盘翼就是这条血脉里的关隘要地。它像心脏。那日我将印信交给你的时候，并非不懂这些道理，只是怀着愧疚和真诚，把自己的一颗心交给你罢了。什么信不信的？反正印信在我这儿，城也打了，盘翼是不会还给你的。那日你拿走印信，又将我逐出新都，辜负的是我一人。可是如今我召集了盘翼百姓帮你修渠，你若是再反悔，辜负的可就是魏国、燕州2国百姓。魏侯，你忍心吗？我说不过你这张嘴，但你不是说你不嫁了吗？魏侯宽厚，妾心向往之。有啥可烦恼的了吗？乔家有一个能打的了，乔归并非，乔慈还没长成了，还剩下2个，是一个怂，是一个孬。纵使他粮草充足，那也是有兵嘛将嘛。哎，盘翼这么重要的地方，他都能拱手相让，那肯定是怕了嘛。谁怕乔家打过来呀？那不是怕主公像上次一样又驱逐乔女，那名声好听吗？主公的名声何时好？那就驱逐，像上次把人赶出新都一样，赶出盘翼。只是不知这一次有没有什么王眼张眼的等在城外，图谋他的嫁妆。先生，不说说吗？我可不敢陷主公于不仁不义，您自行决断吧。魏侯久等了。无妨。相信信你应该已经看过了吧？这所有人都说这桩婚事成不了，但我就想问你一句：嫁还是不嫁？这门婚事是祖父生前所愿，此时成婚，我想他不会怪我。情如风在远岸，一冲一
一座香兰，想举手去推翻，却高不可攀。或听命决断，不容易可逆反，担心有所望，又怎么知难？倘若流言或风雨如冰川，我必将为你当晚夜寒，与我同陪你担，愿你苦为甘。你看春秋后沉默最心烦，看世人都缠我不谈。这男人的心思真是猜不透，前几日还四处躲藏，不想成亲，现在倒好，一刻也不想当似的。你一定不会怪我的，对吧？情如风在远岸，一冲一座香兰，想举手去推翻，却高不可攀。或听命决断，不容易可逆反，担心有所望，又怎么知难？倘若流言或风雨如冰川，我可为你杨心腹，与我同陪你担，愿你苦为甘。以后要独当一面，是魏家的希望。主公，千丝风花月枝如过眼云般，我尚可拱手相让，唯有爱是我心之盼。须尽欢，不论江河或苦海都去闯，一路惊涛过万里洋，我陪你去流浪，愿一心为帆。魏好，从今日起，我就该换年南君了。你将这些都除了吧。今天你也累了，早点歇息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我便是夫妻了。以后，无论我对乔家如何，对燕州如何，我都不会伤害你，更不会让你没有容身之处。谢谢南君。但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：从今以后，你就只能做魏家父，不再是乔家女。如今婚事已成，盟约已定，南君既已有此承诺，
女君便可安安心心做他的未嫁妇。他不是坏人，但我永远是乔家女，永远会替乔家着想，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。女君多看几眼吧，过几日就要随南君动身前往于郡，到了魏国地界，就不好再供奉乔公的灵位了。表哥，表妹，从半月前我就日日守在城门口等待你回来，终于把表哥盼回来了。各族宗亲都到了吗？其余叔伯和各地郡守都到了，唯一魏典将军还在路上。哎，我们从盘邑都赶过来了，他从汉郡都没过来，他分明是故意的。乔女不是要同表哥一起入城？我已将乔女留在城外，不过等祭礼结束之后，还要劳烦表妹把她接入府内。魏良、魏萧、魏渠、魏铎，你们留下，其他人跟我进城。是。辛苦四位将军了。为啥让我留下呢？让你们仨留下不行？都废话了，你自己咋不留呢？抽签。快别抽了，我抽这玩意儿没赢过。你自己完蛋，你赖谁呢？凭什么就单单把我们女军留在这荒无人烟的城外呀？他以为将我们带回于郡，要对我们女军好点。南君此举，并非有意让我们难堪，只是这是魏家祖孙3代的祭礼，我们在确实不合适，理应留在城外的。身量都没长成，如何攀附家主之位？哼，人都没有位子高，难道要用爬的？小人坐高位，哼，只怕……庞博，你又迟到了。
汉晋事务繁杂，所以来迟了。相信老伯以后在天之灵，也不会怪罪。他的侄儿女，却娶了仇家之女，你让他老人家如何甘心？别忘了，当年是谁口口声声喊朱李肃灭乔祖的？将军，主公已然夺回新都，手刃李肃。那又怎样？乔祖背信弃义，要比李肃更加可恨。别忘了，当年你人在新都，也亲眼目睹那屠城的惨状。可如今，你却娶了乔女，引狼入室，你让老魏侯如何瞑目？回头看看，在座的哪位不是丧父、丧兄、丧子？魏国的卫士，燕州的乔治向来不共戴天，可你呢，却娶了乔女。好啊，我看见如何给列祖列宗一个交代。是。公孙先生在。何物？盘邑的印信。这盘邑是燕州门户，主公去乔氏，不费一兵一卒，便可取得盘邑。此后，燕州门户大开，日后取得康郡，也如探囊取物，不费吹灰之力。说得好听。既然得了盘邑，为何不趁热打铁，拿下康郡呢？庞伯伯，我这个，我倒想问问你。你身为汉军的太守，我攻下新都之后，立刻百里加急书信，要你驰援于我。可我在新都等了数日，为何这援军迟迟未到？哎，你可不能瞎说呀！哎，诸位，我可一封书信也没有收到啊，要不然不可能不去驰援。好，此事我定会查清楚。我此次出兵，只是为了完成祖父的遗愿，修复永宁渠，造福一方百姓。我也从未忘过乔魏两家的血仇，只是我能等14年，自然就能再等10年。太欺负人了！下这么大雨就让咱在这淋着。他们说不让女军进城，没说不让女使进吧？我找他们去。你别冲动。咱们也太懂事儿了吧？就在这么耗着呀？那女军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啊？南军还没来接我们，应该是还没有处理妥当，两族关系还没完全稳固，这点委屈受的。这早就想过嫁过来会比较艰难，没想到是这么艰难。月光似深海无言，却隔岸。曾和西厢梦点燃，又怅然。不行，我出去问。过我之间，悄然拨动了心弦。恍若故人，却又隐忍10年。魏阳将军，女军生病了，能不能让我们进去啊？曾辗转朝暮人间，回去吧。两全，烽火中聚散，相拥刻下温柔。
缱绻，惊鸿一瞥，此生怎能忘却？我愿跨越山海，赴你的风月，等白首一如初见。江南烟雨不是落在你眉间，心上留恋。我愿斩断宿命，护你的笑颜，哪怕身后是风雪。再多浮生，只为这一生思念。此生不枉然。去那边，你们两个跟我来。是。你们是来接李军进城的吗？我们奉命将你们送往燕州。回燕州？对。你胡说什么？奉谁的命呀？我们女军跟南军可是成了亲的。现在是名正言顺的魏国女军，现在她不是了。快，动作都麻利点。休说！哎，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吞降！在干什么呀？吞降！主公能在盘邑应女军，便不会在与军驱逐女军，这事有蹊跷。咋这么多废话？吞降！什么呀？别跟我们兄弟！我们几个在这开出马车。魏良，你立刻进城向主公单位求证。干什么呀？南军，魏良将军与城外求见，有急事禀报。魏良为何在城外？南军忘了，这些日魏良将军仍在城外照看女军。听说接连几日狂风暴雨，女军已经暴病多时了。这祭礼都完成2日了，为何没人请他们进来？小谭不知。表哥，楚玉有要事要向表哥禀报，事关重大又事发突然，弄人前来坏了规矩，还请表哥莫要怪罪。有话快说。日前，表哥吩咐楚玉接乔女入府，本已准备妥当，可姨母对此事另有安排。姨母爱子心切，无论如何都是替表哥着想。楚玉就照姨母的意思办了，可事后觉得此事未必合表哥心意，所以还是告诉表哥一声，才得安心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姨母恐乔女蛊惑人心，对表哥不利，便遣人给乔女送了休书。什么？恳请表哥千万不要怪罪姨母啊！胡闹！快！不行！不行！不能走！滚出去！快，有你推！别推了，不能跑！怎么办？大不了挨顿军棍。这么大的事情，起码40军棍。那别走，别走！你闪开！别跑，别跑！这点菜，这点菜，不能走，你们不能走！走开！先把马车拦住！上！谁让你们来的？是朱夫人，滚！是。南军，女军现在伤得很严重，求求你快救救女军吧！求求你了，南军。
月光似深海无言，却隔岸。曾和西厢梦点燃，又怅然。烽火中聚散，相拥刻下温柔缱绻。惊鸿一眼，此生怎能忘却？我愿跨越山海，赴你的风月，等白首一如初见。江南烟雨不是落在你眉间，此生不枉然。主公啊，这个就是此事未免太过胡闹。我这几日的确公务繁忙，而且刚才师姨不也说了吗？已无大碍，军师就不必担心了。哎，把忧伤的心腹忘在城外足足数日，餐风露宿，这要是传到燕中人的耳朵里，主公的颜面何在呀？依我看，等女君醒来，主公还是要好好安抚才是啊。美君，美君，慢点，慢点。美君，你终于醒了。我这是睡了多久啊2天1夜了。女君，你饿了吧？小桃去厨房准备餐食了，待会儿就可以喝得热的粥。这又是哪儿啊？这是南君的寝屋。方才女君烧得不省人事，南君请了侍医过来，只不过这侍医走了以后，又来了一位自称证书的人，说是南君不喜他人进主屋，朱夫人让女君去偏院住。南君。南君，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南君身为魏家家主，身负一门荣辱，还执意与我成婚，这几日定是受了不少为难吧？你知道就好。这是于郡，不是康郡。像这样的事儿，以后会经常发生的。是。我这就叫人去把他收拾出来。不必了。刚才婆母差了一位叫郑叔的人来，说给我找了别处休息。且正想问南君，可知道那偏院在哪儿？要走多远？偏院。南君不用过于担心。妾只是染了风寒，但这几步路还是能走的，大不了明天再多喝几副汤药就好了。劳烦请南君帮我找个人指一指路。哎，这手。幸好有了南君给的金疮药，应该过几日就能好了吧？南君，你先稍等，让妾收拾一下。哎呀！不是。
你赶快上床歇着吧，我去偏院。多谢南君体恤，那我就先休息了。南君，你也要早点休息啊。哎，雨君，走了。那女君，我们还按郑叔的安排去偏院住吗？不去。把我晾在城外3天，如果就这么轻易的随了他们的意，那以后我这位贵女君怎么当？啊！这仲林竟然将这乔女抱回屋了。这乔女装腔作势，引得表哥联系，这还没见面，就让表哥不顾姨母的意愿把人接了进来。若是日后，定是祸害。哎。不过姨母放心，我已经按照大巫的吩咐，把乔女安置在离表哥主屋遥远的偏屋。此等华冠丽服，竟是出自您之手，南君见了定要夸赞您慧心巧思呢。还不知道是否合身，数月未见，只得照着表哥从前的尺寸做了。哎呀，咱们也真够倒霉的，平日被安排洗涮夜壶也就算了，如今竟被安排伺候那乔家女，就是。啊，南君。这屋里也并没有别人啊。那乔女昨日夜宿何处了？表，什么？这乔女睡进了主屋，让仲林睡在了偏屋，岂有此理！哎呀，这竟敢如此怠慢我儿！前几日表哥亲自出城抱乔女入府，想必这乔女恃宠而骄。这个家还姓魏吗？不是说今天就搬出去吗？还没收拾完呢。南君，南君，是怎么了？你不是好多了吗？南君有所不知，今天我去拜见婆母的时候，为了显得得体些，吃了一些薄荷叶，用来镇咳。不知道是不是和时宜开的驱寒的方子相冲，现在咳得越来越严重了。志良，快去把时宜叫来。快去啊！不用了，不能再耽误南君休息了，所以早早的就让春娘把行当收拾好，我们现在就去偏院。喝点水啊！快把行李都给我背上，快给我点水，给我背上。我给你。快点，你们也赶紧背！哎呦！
哎呀，快再给我几个，我还能背。你们也赶快把箱子抬起来，使劲！哎，行了，行了，再让你住一天，明儿我再搬回来。谢谢南君。给我水，给我水。主公，眼下正是抽穗灌浆的时候，但魏国境内除虞郡、汉郡外，多地连日干旱，恐怕会影响明年的收成。传我令下去，即日起，各地庶务优先保证灌溉用水，兵防次之。是，此举不妥吧？军工、战马用水量极大。何况我们连续收复了新都跟盘邑，军中士气正旺，理应一鼓作气。侄儿，我得跟你说话呢。来，唐伯有所不知啊，我连年征战，百姓与将士早已疲惫不堪。我之所以和燕州结盟，就是为了能够换取休养生息的时间，以待来日。所以，短时间内我是不会再主动出击，除非敌军来犯。侄儿厌战之心可以理解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正好借此机会，可以考虑少主一事。你看啊，这巧女有效在身，无法为魏国开枝散叶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不如早日纳妾。主公大婚尚不足3月，此时纳妾不合礼数。有何不合礼数？3月跟3日有何分别？啊？主公，要想推辞，我无需多言。只是今日拖到3月，这日后得拖到3年。侄儿，俗语有言，汉郡的婆姨，虞郡的汉。在下有一女，恰好适龄，可以为主公将魏国的血脉延续下去。有了少主，哎，我等也就安心了啦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如果魏国没有少主，你便不会安心，是吗？我也是为了魏国的大业考虑啊。若主公身边有心悦之人，啊，我无需多言。只是主公与那巧女的联姻，只是为了利益，并无感情啊。延绵少主一事更是无望，这才想让主公早日纳妾，以固我魏家的根基。主公，明鉴。主公，纳妾事大，还是应当在各郡公开筛选，不拘泥于汉郡一地。是啊，我等也可为主公精心挑选。这谁说我与这乔氏毫无感情啊？我承认，之前与他成婚的确是为了盘邑，但日后相处才慢慢发现，他不仅绝色，而且心怀百姓，当得起女君的才华和气度。而且他与我成婚之时也发誓，此后只做魏家妇，不再是乔家女。乔归刚死，
他就执意与我成婚，也算是背叛了家族。如今我二人情谊甚笃，伉俪情深，所以唐伯，我身侧再也容不下任何的歧视了。近日听闻女君身体抱恙，主公竟然腾挪出主屋供女君休养，自己搬去偏远。主公对女君百般呵护，极致宠爱，这在府内是众人皆知的呀。是，说的好听。军师，你不说我还忘了。小谭，在。我让你把我喜欢的蓍柴用度放到合适的位置，你可办妥？已按照南军的喜爱摆放妥当，只是偏屋空间狭窄，南军喜爱的那把弓暂时还未寻得合适地方悬挂。主公果然对女君情深意重，竟肯委屈自己去睡偏院，可见两人确实是感情甚笃啊。那是自然。我呢，就多谢唐伯了。不过你的好意，我就不领了。多谢魏将军关心。魏将军想的周到。谢将军好意。四个屁猴！诸位都看到了，就是不想身边留我推举的人，还没明白吗？防着你我呢。全府上下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昨日南君在衙署拒绝了宗亲纳妾之事，还说与女君经历了生死磨难，不肯纳妾，驳女君颜面。这些仆妇啊，肯定也是听说了，谁还敢欺负咱们女君呀？这咱们到了盘邑之后，这女君和南君总算是结下了一些情谊。在这个家里，只要有南君护佑着女君，女君就不至于太辛苦。这两个人在一起，夫妻恩爱是最重要的。挑选精兵的事儿进展如何？主公，这2日我与其他几位将军一起在操练兵马，名为操练，实为选拔，已经达成共识，3000精兵可从魏渠将军麾下直接调走。魏渠手底下的确都是精兵强将，但大部分以骑兵为主，除了这3000人以外，再挑选1000人通水性的，一起随行。早知道这小乔的嫁妆还真的是盘一城，你当时对她就应该再上心些，也不至于让魏国今天占了这么大一个便宜。现在的魏国已经在盘邑派了驻兵，我们再想收回来就难喽。魏国欲先发制人，叔父何不向父王禀报，向孝纲增兵，以挟制盘邑？世子说的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我这就去。出嫁从夫，恪守妇德，恩爱不移，开枝散叶，误入家风。哎，周牧这哪是写家书啊，这是抄了一整部训女书吧？大伯这是为了燕州担惊受怕，想让我以柔克刚，以美色说服南君不要再打燕州的主意，且为燕州谋些福利。可是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买卖啊？主公，去年本就产粮不足，来年恐怕还会再遇饥荒。汉郡尚有盈余，依我之见，你便应了纳她一女为妾一事吧。是啊，何况乔女为妻始终不是长久之道，乔家人呢也永远不可能成为魏国真正的女君呀。乔女不配。魏典举荐的女子不便纳，我内里有2个。够了！我跟她的婚姻
即使家事也是正事。你们在祠堂说上几句也就罢了，这是书房，你们就是属臣，怎敢当着我的面说女君不配？是。我既然以她成亲，她自然就是魏国女君。你们只知道她是乔家人，却从未见过她的气度和胆量。这纳妾一事，以后不许再提。是，主公。还挺甜啊！啊，那个，我说这个红豆羹，你走吧。女君，女君体恤南君劳累，特意送了羹汤。说什么呢？大点声！女君体恤南君劳累，特意送了羹汤，就在门外候着。这新婚夫妻彼此体恤，倒是恩爱啊！是啊。说的是啊，这天气这么凉，他又赶着风寒，还特意前来。快叫他进来。可是南君先前叮嘱过多次，书房中地不许任何女眷进入，监管不力，就要罚小坛年俸。女君除外。是。哎，等等，罢了，我亲自去。这主公书房时常讨论政治机密，可见主公对女君十分信任啊。这乔女当真如此好？这些都是自家的书帛，不必拘束。啊。女君，女君。今日这么冷，还穿这么少啊？小谭，把披风拿来。是。还拿披风？我等不便打扰主公与女君畅叙幽情，先行告退了。先行告退。好。如星辰般你是我彼岸，为你轻披上天就浪漫，往昔日暗夜，来日长伴，共赴尘世轮转。今日贸然前来，是想感谢南君体恤，让我在主屋住了这么久。如今我已经痊愈了。让南君今夜回去住。知道了。走。相随你于之日常客伴，也愿看你袖灯火阑珊。若两月阴差阳错交美满，拥抱熙然。如星辰般你是我彼岸，换来斑斓情愫已凄然。回忆几般飘落那绚烂，辗转的心事你是否了然？如星辰般你是我彼岸。为你轻披上天就浪漫，往昔日暗夜，来日长伴，共赴尘世轮转。盾哥，
你干啥呀嘛？我问你几个问题。呀，军事有交代，涉及军情不说，涉及政务不说，涉及主公也不能说。不说，我不问南军的事儿，我问你的事儿。问我啊？问我啥了？我关心你嘛。你问。我问你啊，你平时跟南军怎么相处啊？同吃同住嘛。啊，那你们平时都干点什么？练兵。练兵好，那练完兵吃点啥呀？吃的就多了，什么牛肉啊、羊肉啊，还有，我跟你说这些干啥呀？我还有正事要办。我没问完呢，盾哥。忙呢？一早不见猴丢了。不是，哎，我问你嘛，就是有一个女子老问你一些问题，你问的还是一些日常琐碎的事情，哎，这是为何了？刺探军情，骗你年俸，他胡说八道。哎，你跟女子老打交道，你说说呗。怎样知道？啊？今天晚上约了几个兄弟去罗中坊，你说这酒钱？行，我包了。你看，我说这是要破财。听着啊，这天下之大，不论男女，突然间对一个人的日常琐碎有了兴趣，以至于连饮食起居都不放过，毫无疑问，动心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哎，女军，我找魏良细细打听了，南军跟他们同吃同住，那魏良常吃的肯定就是南军爱吃的。那边背下吧。好嘞。小谭，在。这些都谁布置的？是女军自您早上走后就开始操办了。哦，那你去告诉他，他来于军也有些日子了，明日带他去拜见祖母。是。南军，你能不能走慢些？啊，我今天见长辈，穿的衣服本来就正式，裙裾也短。你本来比我高，腿也长，你这样走下去我跟不上。麻烦。我跟你对暗号呢，在这儿。我的意思是你腿短，让你先走。啊，你就先走，一炷香的时间我也能追得上你。快走。